死了那么多的人，得烧些钱送下去。给杨楚豪也烧一些，他可是你的朋友。不止杨楚豪啊，今夜还是王普的头七。我让知英去他坟前烧纸了。你养了25年的孩子，他是你的枷锁。若是没有他，你早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杀心，变成一个疯子了，心里不好受吧？白万的死，你应该很难过吧？唯一活下来的家人，藏起来守着，最后被乱刀捅死。他就埋在这里。我当然知道。自打进了这个院子，这片地无人敢踏。你可真是好心啊！他周岁的时候，护身符是我刻的，我自然心疼他，但也得杀他。杀他，摧毁你，我才能赢。你确实也做到了。我一向行事周密，花大量的时间去布局，思考每一个细节，可到最后，棋差一招，我最后的亲人都死了，他死了，我才变成疯子的。你知道吗？我能看得见他。起初我只是偶尔能看到他，慢慢的，他出现的时间多了。后来，只要我一想念他的时候，他就会出现在我身边。白头。啊。怎么，很疯吗？可是抛开现实，疯狂的想象，能把死去的人带回到自己的身边，你不觉得很有趣吗？你看不见王普吗？看来不是你疯了，是我疯了。不是你疯了，是我疯了。
大人，乌隐大人，请在此处安心歇息。明日一早，凤山将军将会在太清殿外亲迎大人。嗯。 大人，不必为今夜之事不安，有我在。我并非不安，我只是在想，长安如此繁华，却生出些什么人？一个会弹琴的女奴是刺客，一个能使铁磨人的单货郎是主谋，还有严凤山。 严凤山他要借我的兵打他自己的地儿，跟这帮人打交道，真是疲惫。今天便到此吧，你也早些歇息。是。你只要不嚷嚷，就不会有事。我们可是老熟人了，有点事儿，想跟你谈一谈。别对我手心叹气，大半夜黑灯瞎火的，两个男人，有失体统。笑个屁！我现在要把手拿开了，你只要不嚷嚷，我的斧子就不会砍下去。 我说，起码得点个蜡烛吧，好让我看看是哪位老熟人。两个大男人的，黑灯瞎火，多暧昧了。别许我说话。行。我不认识阁下呀。你等一等，我又不是姑娘，急什么？这语气似曾相识，我怎么就记不起来了呢？别急，你马上就知道了。 这开始有点暧昧了啊！我还是不认识你啊！ 魏云冲，你以铁墨王子的身份当密使来长安，我便以长安皇帝的身份来见你。我就想告诉你，我还在。
萧氏皇族还有人，你跟严凤山那个叛贼谈了什么，都不作数。确实是老熟人了。天下揭穿你死在皇宫的大火里，没想到。 眼神变了，语气变了，连办事的方法也完全不一样。可你是长安的皇帝陛下，为何要藏了自己这张脸？废话，当然是为了保护自己和严凤山周旋。正如你所言，你现在只是个要保住小命的流亡之人，凭什么能取代严凤山和我缔约？ 你是王，你有兵吗？谢怀安果然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，他连你说的每一个字、每一句都猜到了。 4更了，换个天，我让你看看我的病。哎，来，谢谢。 人呢？那是盐店的小伙子吧？掌柜的，哎呀，我来。你还知道露面呀？啊！连续几天旷工不干活，你小子是不是不想在我这儿干了啊？没有，掌柜的，这不家里有点事儿吗？ 这一身的药味儿啊！怎么，家里人又病重了？买药的钱够不够啊？不够，我借给你。不是这事儿，不说了，进吧，进屋吧。好，哎，来，喝茶。哎呀，暖暖身子，看起来真是不缺钱。嘿，看看，置办一身新行头，新衣服啊！哎，突然打扮爱俏，有了心上人了吧？也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哦，我这次来呢，是想跟您辞行的。啊？我要去长安了。哦，走之前，也想给您认个错。这个衣服给您。哦，我看你衣服都打了补丁，我特意买了件新的。啊，就是为了你平日里顺走我那些盐呐。哎呀，这么好的衣服，哎呀，这么好的衣服相抵呀！原来您都知道。不过这次，不只是因为这些盐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因为我知道您是赵默的父亲。更因为您知道我是凶手，还没有责怪我。还留我在这儿可以打工赚钱。
还有我偷懒睡觉的时候，你给我盖的衣服，你把旧时赵默写的家书放在了衣服里。我打补丁的时候，这才知道了你的身份。天意呀！是天意。您但凡捅我几刀，我心里都会好受些。但是您反而一直这么照顾我，都是让我无地自容。我来苍水川是怀着恨意的。在你到我这盐店干活之前，我已经盯了你许多日子。可是我发现，我发现你是个傻小子，嘴上总是抱怨，可是心里却一直想着别人，照顾家里的病人，盼着失去的朋友能够早日出现。你越是不像个坏人，我便越恨不下去。你要是不知道我的身份多好啊！你不知情，我不说破，日子天天就这样一天一天过着。算了，就像是张默还在我身边一样。漏斗的盐能倒回去，可时光不能倒转呐。我是真想杀了你，可孩子，我杀了你有什么用啊？张默也不能复生啊！张默素来平庸，世间哪有那么完美的事情啊？你听好了，倘若你能为匡扶社稷做一桩大事，张默就不算白死。起来吧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对不住。起来吧。记住，自此之后，要清清白白的活着。好。
紧走。卖梨了，卖梨了，3文1斤。哎，公子买梨吗？可甜了。看姐姐金鸡玉骨、花容月貌的，这梨肯定很甜吧？肯定。我身上就剩1文了。你这嘴呀，比我梨还甜。行了，1文就1文，我给你挑俩大的。多谢姐姐。往后啊，我要是能只有姐姐这样人美心善的娘子，我真太有福气了。你这小嘴呀。哎，好嘞，好事再来啊。哎。竹篮，看看竹篮。大娘，这牌看起来不错啊。对呀，都是新鲜的。全身就剩7文了。羊杂只要3文，给你称1斤吧。也不是我贪嘴，是我家娘子怀胎8月有余，马上就要临盆了。可是我家里穷，没什么能给她补身子的。算了。来吧，7文拿走啊！谢谢大娘。谢谢大娘。哎，好，哎，好嘞。哎，大哥，公子坐车呀？去哪儿啊？秦岭北路，玉龙岭。7文。大哥，我今日逛菜市买了这许多祭品，全身就剩3文了。祭品？我是去山中祭奠亡妻，她辞世3年，我特意从北方赶回京都，就是想为她扫墓。唉，看你也是可怜人，上车吧。谢谢大哥。走了。好。公子，你是不是记错地方了？这茫茫大山，哪里有墓啊？他不是葬在这儿，是死在这儿。啊？3年前他赶夜路，就遇上了山贼。算了，还是你留着吧。这荒郊野外的，你回去也得找车，还得花钱。走。谢谢大哥，谢谢。兄弟们辛苦了啊！回头我跟将军请示请示，多安排点人手，给你们多轮更几回。啊！在下王普，乃凤山将军信使，奉命前来探望先生。虎贲又来人了。
严凤山有话要说。有，当然有。凤山将军让我来，给先生改善伙食。刘子言死了。先生神机妙算，死了。谁动的手啊？很多人。他一离开这里，连番血战，每一战都有折损，最后死在了荒野里。终究是长风一蛇呀。听闻他侍奉先生整整3年，如今能得先生记挂，也是他的荣幸。侍奉？刘子言是虎贲第一杀手啊，他怎么甘心当侍奉人呢？他是来杀我的，但是他做事情非常谨慎，我们朝夕相处。方寸之间，小心翼翼地试探了3年，但是他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。一场长达3年的失手，怪不得，连凤山将军都说，刘子言是一把谁也握不住的刀。听闻先生随手一物便可杀人，天下间难有匹敌者。刘子言真是不自量力啊！哼。先生，将军可没让我杀您，我更没这个胆儿。汤里没毒。无锡山上冰雪连绵，山下草场宽阔，那里长出来的羊，用白水煮了，撒上一把盐，就是这个味儿。小伙子，你去过那个地方？没有，我从城里来的，羊也是从城里买的。去过先生故国家园的人，是凤山将军。他说那儿有20万可以提刀上马的男人，任谁都会畏惧。如今，乌喜山下的羊，长安城里也能买到，足以证明这天下还算太平。只要先生一直安坐于此，天下就能一直太平下去。你回去给严凤山带个话，告诉他，我现在喜欢长安的茶。到今天还没有严凤山的消息吗？茫茫天下，想要找一个人，本就是大海捞针。更何况要找到这个人，还是天下第一暗卫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你办事不力，只知悠哉悠哉的陪我下棋，还敢围我的子儿？我办事确实不力。但我棋艺不差，
就凭这手艺，至少能在陛下面前活命。如果你是严凤山，掳走了废帝，下一步你会怎么做？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这谁都知道。帝朝自太祖以来分封节度使，每个人都手握兵权，尤以北庭、繁阳、陇安、镇西这4个为重。我要是严凤山，我会先拉拢他们。或者说，我已经拉拢他们了。你身为我最大的敌人，最好别让我跟他们结盟。我夺了这4个节度使的兵权，即便他结交，也是没有意义的。你夺不了。他们4个都是跟着太祖打天下的人，血性还在，没那么容易屈服。陛下还得再想想办法。你想，你办事不力。陛下有军队，他们有军队，我亦有军队。陛下把4个节度使叫到京城来，当着他们的面，我把兵权交给你，变相也逼着他们交。白文虎是你顾家的家兵呢。倘若天底下没有战争，我顾家还要加兵做什么？家丁便够了。你如此大公无私，倒显得我满腹阴谋诡计了。行，就依你，把兵权给我，我身后那个位置换给你来做。我是个瘸子，我更喜欢粟裕。就按刚才说的办吧，好断了严凤山的后路。也依你。另外，还有件事，想向陛下求证。最开始我选了韩子陵，他被陛下一刀砍死了。陛下后来选的那个人，是不是白头？白头。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。没错，就是他。刘家最后一个人，虎贲就是他父亲一手创立的，用他对付虎贲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刘府当年之事，我也略知一二。那个年纪的孩子，能在虎贲的追杀中活下来，属实不易。他天生白头，后来长大了，头发才慢慢变回黑色。如此天生异象之人，不会轻易死的。将军和他曾是朋友？是朋友。很希望再见到他。收兵权，堵严凤山后路，交出白文虎，能让陛下无忧。顾玉如此懂大局，此等人不多见。他会看不出来，这是你我的阴谋诡计吗？是我的阴谋诡计，他对陛下不会有怨言的。
燕丹，我始终都知道，抵押相伴之人是你，剜心相救之人是你，而我心中的人亦是你。 哪怕你怪我、恨我，我也不能看你受刑罚而死。燕丹，对不起。雨墨，严丹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被禁足了吗？严丹，你怎么会被伤成这样？哦，是昭兰，是昭兰，帮我破了火德元帅的结界。趁现在没有人，我们赶快走吧。你疯了！天牢你都敢劫，你不要命了？ 我记得之前你对我说过，让我一直孝敬你到老。现如今你有难了，你伤成这样，我怎么可能坐视不管呢？严丹，你之前受过那么重的伤，我看到心里有多难过，你应该是知道的。在这个时候，就算有1/1000的可能，我也必须不能让你有任何的伤害。我不能走。若是我现在走了，便是负罪潜逃，便是证明那个毒真是我下的。 我现在只有留在这里，才能证明我的清白，所以我不能走。可是这样，可是什么可是？你放心吧，应渊君已经答应我了，他说他会让我下到凡间，并且保住我的性命，让我顺利离开天庭的。他当真答应你了？当然，之前帝尊不是也首肯过吗？ 说可以让我代替姐姐下凡历难。雨墨，凡间我还没有去过呢。这样，你先替我下凡，帮我找到一个青山绿水的好地方。待我下凡之后，便去找你会合，好不好？不行，3日之后，你在天星台等我。无论怎么样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再受伤的。待你身体恢复之后，我们2个再一同下凡。 就像那个戏折子当中写到的，我们做2个侠客，游历四海，普度众生，怎么样？好啊。哦，对了，严丹，蛋炒饭。你与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便吃的是这个，没想到你都会做了。不管是第1次。 还是往后的第100次也行。每一次和你吃夜宵，我都会记得。雨墨，啊，我很开心能喂到你这条肝胆相照的小黑鱼，也很开心能够跟你成为朋友。我也是。快尝尝吧。
么样？好吃吗？雨墨，对不起。帝君，这严旦虽为低阶仙士，可却是天庭重犯，理应严加看守。这万一有什么差池，本君亲自押送，不会有差池。时辰已到，将严旦押往天刑台，无关人等暂且退下。真的没有下毒，别人信不信我无所谓，你可不可以信我？火刑之下，严旦尚有一线生机，总好过刑罚加深，不死不休。事已至此，天条庄严。此法你不得不受，所以你把我所有的用武扔出了延续天宫。今日你要亲眼看着我受罚，你不止不信我，你已经厌恶我到这种地步了吗？本君心中只有法度，没有欢喜与厌恶。今日所为是依法惩戒，你到了天刑台自会明白。莫再执拗了。原来，无论茅屋相守还是天宫相伴，皆是错付。何止是你认错了我，我又何尝看清过你？倘若有一日，你的眼睛可以看到了，你是否可以认出我？我会。但不会有那日了。我不管，我就当是你答应了。若有一日你认不出我的话，我便会一脚把你踹下了无桥。这里便是了无桥了。火刑不过是小惩大戒，并无性命之忧。可若在此纵身一跃，就会魂飞魄散，才是不知。帝君以为他们纵身一跃，是为了逃避刑罚。他们不惜一死，是因为在他们心中认为情爱无罪。严旦，辱没天条是极刑之罪。我的罪难道还少吗？我没有下毒，
却被判了下毒之罪。而如今，我生出了情念也是罪，可怜我的不舍和同情也是罪。我想问问你，到底是我严旦罪恶滔天，还是这天条荒谬可憎？他居然生出了情念！你一个仙龄短浅的仙士，知道什么是情爱？不要在此胡言乱语。没错，我虽然是一朵小小的汉丹，可也比你这高高在上的帝君懂得什么是情爱。你曾经说过，若是有一天我动了情，你便会亲手杀了我。如今我已经动情了，你为何还不动手？帝君，此女言行狂悖，冒犯天条，实不能容。别动她！你有任何话，等受刑之后再说。我想问你，你是堂堂的帝君，你走过3界万年，俯仰一世，在你的心里，难道没有任何人、任何事让你心动过，想让你摆脱这天条的束缚吗？燕丹，你想要的答案没有你的生命重要，你明不明白？可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答案。无论是在延续天宫，还是在地衙的茅草屋中，无论是何时、何地、何情，你有没有过片刻的动心？青紫落晚香，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，洗尽纤尘。我已心绪苍生，你依稀模样，再也容不下其他。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枝落花中。姻缘，这天星台我为你上过1次，绝不会再上第2次。沉香染明灭，灰屑散不尽。前尘空断肠，相思了无遗。早知如此，宁愿邯郸之花从未开过。真是疯了。
颜丹呢？颜丹呢？颜丹仙子跳了了无桥。堕无桥者，轻则仙灵破碎，仙根永断，再也成不了神仙；重则魂飞魄散，灰飞烟灭。颜丹！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帝尊得知应元帝君也跟着跳了了无桥，大怒，亲赦结界，下令从此无人可踏上一步。这都怪我。若是我早些时候发现你的异样，带你离开了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颜丹，你放心，哪怕天涯海角、地狱深渊，我都一定会找到你。应元君，我只是暂时为你留住些许仙力。如今你的仙灵已碎，恐怕无法重新修补。帝君方才在桥上说的已经够清楚了，为何还要跳桥救我？帝君不必做着没有必要的损耗。我知道，你不主动与我相认，是因为在保护自己的姐姐。原来你知道那个人是我。原来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，你什么都知道。为什么刚刚在桥上，你要说出那么决绝的话？如今你的仙灵已逝，仙根尽毁，恐怕无法再回天庭。我只能将你送到这里了。叶王川，所以你不是来找我的，你是来送我的。神仙不得有情，这是天界之人的宿命，任谁都无法摆脱。即便我认出了你，但天规在上，绝不可违。
好，即使如此，你为何要随我跳下了无桥？你为何要舍命相救？你为什么一次次把希望摆在我面前，却要在我面前亲手摧毁它？我这双眼睛，这半颗心，都是欠你的，我还不完。你欠我的何止这些？还有这个。小梦蝶是天界精物，本就不该存在。当初在地崖，你以沉香名烈来劝我求生。燕丹，你可知道还有另一重的禅意？有形的相体，无形的相遇，这都是它的本质。而它的本质，既是色，也是空。成形，便是缘起；化相，即为缘灭。我明白了，是我们的缘分已尽，是时候抽身了。生有生界，死有死国。死者之地，化为忘川。我是这里的民差，已葬。姑娘私入此地，魂魄受损，只有渡过夜忘川，抹去前尘，方可踏入黄泉道，离开此地，化为凡人，进入凡界。姑娘的渡川之路，此后便由我来指引。若是渡不过呢？我在这当差已有数千年，大部分人当日便可渡船而去，但也有很少一部分人无法很快忘却前尘。若当日无法渡过，便先在客栈处歇脚，翌日再行渡船。每个渡船者手里皆提有一盏明火灯，灯中承载着每个人的记忆。当你踏入忘川时，灯便会亮起；当记忆忘却之时，你手中的明火灯便会熄灭。当我跳下了无桥的那一刻起，我便已经做好了九死一生的准备。若是有一线希望能够活着，那我便要忘记你，忘记这段情，重新开始。你不敢承认的，我偏要让你记住。欠我一份情，作为补偿，我要你亲眼看着我走进夜忘川，亲眼看着我把你忘记。
燕丹，对不起，原谅我方才在简身施下障眼法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你彻底死心。先生，您并非渡川人，沾染燕望川煞气，与仙体无异，还望移步。待我送走的，我自会离开。踏入忘川之人，唯有忘却前尘，才能进入黄泉道。先生若一直守在这里，那位苦主怕是难以相忘。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了。帝孙，今日可真是热闹啊！先是天兵来报，一会儿监刑官来问话，众仙家也是纷纷上奏。你来也是为同样的事情吧？应渊违反了天规，私入叶望川，前来领罚。你还知道领罚？大战方息，万物百废待兴。你身为帝君，理应成为3界的表率，而你呢，带头违反天条，该当何罪？应渊之罪，辜负了帝尊的厚爱。哼，行了，起来吧，起来。好了好了，幸得你及时回归，并未闹得人尽皆知。此事吾会派人处理，你去思过吧。帝尊不必为我开恩，应渊自请领罚，望帝尊成全。参见帝尊、帝君。应渊君，你如此高的法力，何人能把你伤成这样？元帅不必担心，我已无大碍。哦，没事就好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本帅早早的就来天刑台等候，为何迟迟不见有人前来受刑啊？元帅久等了，受刑人已经到了。嗯。应渊，你选择轻罚可知后果。大战方止，九重天仙脉凋零，只剩你一位帝君了。帝尊放心，应渊已从战场上偷生，便不会自强寻死。但我既犯下此罪，何该受之？我会自量先例，留下残命，为天界尽责。请帝尊降罚。
帝尊，昔年我在帝君座下侍奉，亲眼所见，帝君奉公克己，万年如一日。此番帝君绝非故意忤逆天规，请帝尊宽恕。帝尊，应渊君也不是犯了什么天大的罪责，更何况昨日我已答应他将免责天书赠予他。帝尊，此事就此休止吧。元帅不必为我求情，是我犯了错，有负帝尊教养之恩，愧承同僚众先知厚望，更是辜负了他。不知轻罚与剜心，哪个更痛？帝尊，帝君如今这般，皆因那个严旦，求帝尊消去帝君对那个仙士的记忆，根源尽灭，便无犯戒之说，亦无需再罚。帝尊，望您体恤帝君向天界尽忠万年，莫要让他再受此折磨。吾已取出你部分仙意，待其散尽，你便会忘记此女，之后刑罚自会解除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，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身旁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青紫落晚香，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，洗尽闲尘人流，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已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，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一生我想
严的。一朝天涯熬红豆，去到人间尽收时候。如此执迷不悟，帝尊，我不愿意忘记他。今日之后，我会摒除杂念，一心守护三界生灵。就让我任性这一回吧。孤寂蓬莱劝人间客，是一种好吧，既然你如此执拗，吾便成全于你。望今日之后，要记住帝君之责，万事以三界为重。伫立的悲喜，梦蝶梦秋水，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。恭送帝尊，本帅定在此好好践行，请帝尊放心。给我把苦那一位，都应战于苍生同悲。3000浊浪摧，心不染成灰，身甘云干碎。我看不破地居天规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空有热烈无一归。千江有水千江醉，为轻狂为恩义奉陪。如此重的刑罚，换旁的神仙早已魂飞魄散。应元君怎么和严旦那丫头一样的倔呀？赶紧把她扶回宫中，让她休息吧。